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一句话撕开行业真相，扛得住是顶流，扛不住便于朦胧。如果你混过娱乐圈的粉圈，最近一定被这句话刷屏了。扛过去就是肖战，扛不过去就是于朦胧。短短10几个字，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，瞬间剖开了这个行业最血淋淋的生存法则。他不是在拉踩谁，而是在说一个所有人心知肚明，却不敢轻易点破的残酷现实。而这句话的源头，据说正是来自肖战自己某次采访中的感慨。如今回头再看，字字千金，全是命运的伏笔。一句梗，两种人生，顶流与查无此人之间，只隔着一道扛字。先别急着反驳。我们不是在比较肖战和于朦胧谁好谁坏，而是必须正视他们背后所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星途轨迹。曾几何时，于朦胧也是风光无限的初代古风美男《太子妃升职记》里的九王惊为天人，资源不断，前途一片光明。但不知从何时起，他的名字渐渐从主演名单里滑落，话题度越来越低。如今提起，很多人只剩一句他好像还在拍戏。而肖战呢？从谷底到山顶，他走了最艰难的一条路。一场巨大的风波几乎要将他吞噬，全网质疑，代言尽失，演艺生涯命悬一线。但他硬是咬着牙，一部戏一部戏的拍，一个舞台一个舞台的撑，沉默着，坚持着，直到用《如梦之梦》《王牌部队》梦中的那片海等作品一步步杀回巅峰，成了如今内娱独一无二的断层顶流。一个似乎渐渐淡出了主流视野，一个在狂风暴雨后站上了山巅。于是网友用一句最朴素的扛过去和扛不过去，为这两种人生下了注脚。肖战那句话的深意，不是成功学，是生存哲学。很多人可能忘了，或者根本没注意到，肖战早在几年前就说过类似的话。他不是在预言，而是在经历。他曾说，哪怕是房檐跟屋梁把生活压得再低，我还是觉得他会有另一片天空的希望。他也说，认真的时候工作，糊涂的时候读书，独处的时候思考，难过的时候睡觉。看，根本没有豪言壮语，没有说我要顶流，而是说我要活下去。这是一种在绝境中把自己放到最低，然后默默蓄力的生存智慧。不抱怨，不卖惨，不解释，只是低头做好眼前唯一能控制的事，工作、学习、等待。这恰恰戳中了当下无数人的痛点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谁没经历过快扛不住了的时刻？职场内卷，生活压力，网络暴力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战场上扛着。肖战的轨迹因此成了一面镜子，照见的不仅是明星的光鲜，更是普通人面对困境时的那份辛酸与坚持。我们在他的故事里共情，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渴望能扛过去，看到另一片天空。于朦胧做错了什么？不，他可能什么都没错。但把于朦胧作为扛不过去的代表，真的公平吗？未必。娱乐圈的沉浮是一场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复杂博弈，实力、运气、资源、选择、观众缘，缺一不可。有的人努力了一辈子，也可能就差那么一点点运气。于朦胧或许只是做了一个符合他性格的选择，不争不抢，淡然处之。这本身没有错，这只是另一种人生姿态。但在娱乐圈这个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的残酷斗兽场，这种淡然很容易被浪潮无声淹没。这反而揭示了另一个更扎心的真相，在这个行业，有时候你什么都没做错，只是你没扛住，就可能被遗忘。所以扛过去就是肖战，扛不过去就是于朦胧。真正让我们心惊的，不是对两个人的比较，
而是这句话背后那套冰冷而通用的生存逻辑。它适用于娱乐圈，更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。人生的考题从来都不简单，命运的暴风雨也不知道何时会来。我们能做的，或许就是像肖战说的那样，在房檐压得很低的时候，依然相信有另一片天空。扛，不是硬碰硬，而是一种柔韧的坚持。是在看不见光的地方，依然告诉自己，再走一步，再看看。你呢？在你的人生里，正扛着什么？又是否看到了那片天空？